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前驻纽大使介文汲。一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以及这个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为什么我笑了一下？因为我们即将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士郭正亮郭老师。好。好，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到就是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哦，因为现在这个两岸还有中东以及乌俄战争，确实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国际情势，甚至连美国大选。好，我们就来看两岸升温，美国是不是在拱火呢？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说他们在台湾海峡巡航执法，而且他说管控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好，我查了一下2海里的这个距离哦，真的蛮近的，是大概1.852公里左右哦。但是他说此次的行动其实历时了30.5个小时。好，这个是一个可以代表中国大陆官媒的一个平台哦。他说巡航总里程是413海里。到达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的范围内，而且最南已经到达了台湾的浅滩，巡航的这个覆盖面积比过往的范围还要更广。所以很多人质疑说，既然已经这么靠近台湾了，那如果再往东4海里、6海里，台湾怎么样来做应对呢？这确实是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但不知道我们现在政府思考了没有？那也传出说，中国大陆现在冒用台湾识别号大量的过界捞捕，但是海巡署说，这外传说有近1000艘中国渔船在金门岛周遭的水域作业，他说目前并无这么多，而且只是个零星的个案。说有，但是不多而已。好，那对于传出有中国渔船冒用我们船舶的这个部分，金马澎分署说，经查证并未发现上述的状况。好，但问题是现在两岸这么激烈，美国这边是怎么看呢？美国这边CNN 访这个川普前任的国防官员他还是在说台湾的军事预算不足。他说台湾面临了中国威胁，而且在中国军力不断增加、威胁统一的情况之下，台湾现在军事预算还是不足，这是不是还是在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军购要买多一点哦？如果这样不买多，我们就不保护你，是不是这个味道呢？那中非的南海也是有一些冲突，我们知道现在南海的争议还是非常多，尤其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海警船在南海的仙宾礁发生了碰撞，尤其在菲律宾这边是说他觉得是中国大陆故意的碰撞，这个是在19号凌晨将近3点到7点30分有4则讯息，指控菲律宾2艘海警船非法闯入了南沙群岛的仙宾礁附近的这个海域，而且故意冲撞是中方海警船，导致双方的船只发生了碰撞。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我们要开第一枪吗？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触及的状态但是会不会呢？那这个争议再起之后，菲律宾也认为说，这个你们中国大陆每次都说这个仙宾暗沙是你们的领土，根本不是啊，这是我们的，所以他说我们有权在当地附近的海域跟水域行驶跟运作。那菲律宾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现在也把他们最大的船舰一直留在了这个仙宾礁，就是要主张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那我们来看到菲律宾，他们也说中国对于美国其实在菲律宾有部署一个飞弹，表示戏剧化的相当的震惊，因为最近中国对美国军方好像部署了一个中程飞弹系统，他们觉得哇，真的有点害怕，是不是会破坏这个区域的稳定？那现在南海这边的争议有一个比较大家说是比较有功利主义形态的国家，就是新加坡。黄循才说了，你们中美互相猜忌，不信任势必会持续，而且我们新加坡会受到影响。他说作为一个完全依赖稳定跟贸易环境的小国，你们这样子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他跟国际之间喊话，千万中美之间要再设防一点。好，那我们看现在美国第一岛链是不是受阻了呢？因为不能全靠美国，日本现在要新设一个武器的部门，叫做防卫革新技术研究所，这是一个战称的名字，他们就是准备要来专注于研发武器，然后改变游戏规则，提升日本的防御实力。尤其东京大学的科技政策教授铃木一人也说，他觉得日本应该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美国政府之后可能就不会帮助我们。
日本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转换，他说我们不能永远依赖美国。哇，连日本都有这样的想法，台湾这边是不是有太过依赖美国呢？那日本防卫预算当然他们也要相对应的提升，他们现在是第一次超过8兆的日元，大概1点多兆台币左右。那军事专家是回应说，这是在跟美国在喊话啦，是不是在谋求一个正常的国家化、正常化的一个现象？日本防卫省他们是敲定了2025年的预算申请，大概是在8兆日元，新台币是1.75兆左右。那接下来也要看到日本他们很积极哦，跟印度这边有一些交换跟对谈，就是2+2的对谈。现在日本也要卖武器给这个印度这边。那意大利的国防部长也说，他们现在要有多架的战机，还有他们的航舰卡富尔号8月要首度停泊在日本，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剑指中国的味道？似乎看起来整个亚洲的趋势，包含南海地区，都是非常混乱跟纷争的哦，不只是这个中东地区。所以我们先问郭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问题都不太一样啦。这个因为大陆现在休渔期已经结束了嘛，所以金门那边渔船上千艘都已经出笼了。那事实上，台湾未来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状况嘛。因为他如果不承认禁限制水域，那金门的我说大陆的渔船啊，厦门那边出来的渔船，搞不好就会进入你的水域了。那我们的海巡如何处理啊？这个根本不牵涉到用什么台湾识别号，它就直接过来了。那它背后可能会有大陆的海警船啊，那我们的海巡船怎么办？然后还有大陆很多渔船都是铁壳船啊，我们的渔船都是塑胶板啊，你可能会被撞昏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金门的渔会就警告台湾的金门的渔船暂时不要出去，可以这样处理吗？那这样他怎么捕鱼获？是啊，问题就在这里啊，因为它的船的数量远比你大嘛，它是上千艘啊。那因为他们休渔期蛮久的，所以他们憋了很久了。这个事实上只是金门哦，那接下来还有马祖那边有一个更大的渔场，那我认为大陆的渔船一定都会过来。这个事实上我们早就提醒过了啦，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海巡署怎么办啊，不知道啊，因为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方案啊，他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他量很大，而且我相信大陆也会有相关的护渔措施啦，比如说他的渔政船啊、海警船也会在后面看着啦啊。所以我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而且这个不是1天2天啊，是1-2个月啊。哦，所以你说后来会不会发生事情？像最近不是大陆有个船就被撞翻了吗？还有人死亡嘛？啊，对，那个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船相撞，这个我们不太确定啦。反正就是这个现象，你大概你就看着吧，一定会，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啦。我认为闯进我们的禁限制水域捕鱼的情况一定会发生啊。那菲律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决心啦，因为那个菲律宾就单方放出一个说法，说仁爱礁那个马德雷沙号已经得到巩固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摆明的就是对着你打脸呢，因为你自己都公布了一个海洋生态报告，说这艘船已经严重污染海洋生态，那你还是没有把它拖走啊。结果菲律宾竟然说他已经把它用建材巩固起来了，那我也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做反驳啊，然后采取更强烈的手段啊，我没有看到。那因为你没有做手段，那菲律宾当然就食髓知味啊，就进一步在咸滨礁想办法再放一艘船过来。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坦白讲是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决心啊，因为他要把它弄走是非常容易的，可是你就是要跟菲律宾发生冲突啊，一直给人家感觉是他不愿意了啊。那至于日本啊，不能全靠美国是没有错了，早晚是要靠自己啦。可是我觉得还是距离他周边的国家非常远啊，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啊，
它攻击性武器是很少的啊。比如说它也没有远程的飞弹，最近开始要做嘛，做1000公里的啊，它也没有核武，也没有轰炸机啊，更不要讲什么战略核潜艇，通通都没有了啊。你旁边是中国跟俄罗斯所以我是觉得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啦，所以这个反正他可以去做了，可是我认为他没有美国是没有用的啦，他根本撑不起这个架构啦。他背后如果没有美国的话，他完全不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对手了，完全不是啦。对，所以现在这个日本他说要靠自己，会不会只是希望国内的这个行情比较高一点点？好，我们再问一下大使怎么看现在的战局？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是步步进逼啊。那这个金门水域，这个所谓禁制水域这个概念啊，大陆已经根本完全无视了。然后呢，这个海警船、罕见船就进到这个我们过去宣称的禁制区进行这个巡视。然后呢，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禁渔期结束以后一出来这个都数千艘渔船，然后就进入你的水域，你能怎么办？以量取胜，你能怎么办？现在就变成这个问题是赖清德他跟他的主管的单位怎么来处理嘛？就不能视而不见吧？不是很强硬吗？不是说这个他是对于他这个最注重这些事情吗？哎呀，对大陆已经很容忍了，那要怎么容忍呢？对，这个就要看他有没有拿出办法，要不然就是嘴巴很硬，那么行为很软嘛。对，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海峡中线的话，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常态，将来常态海警船就要来巡逻了，这是彰显大陆的主权啊。大陆事实上，他在国际上，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啊。所以台湾附近水域当然是中国大陆的水域啊。那他过去只是说在两岸的默契之下互不否认主权，然后呢承认相互的治权，这是过去我们一直维持的一条这个双方的一个君子的，也不是说一个协定嘛，就是一个默契啊。那你现在赖清德事实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两岸互不隶属新两国论出来以后，大陆的回应就是说，你的治权我也收回了。现在不是只说现在进入2海里、3海、4海里、5海里，那不是说5海里还是3海里啊？它问题就进入了你过去它不来的区域。那为什么赖清德政府好像都没有说话？然后我们的渔民反映说有用我们台湾的这个识别的，然后呢，你现在说不严重，你干嘛？你是帮大陆讲话？拿不出办法就站到大陆那边来糊弄自己人了。这种现象如果赖清德政府拿不出办法，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将来随时就大陆的海警船就出现在过去大陆的公务船只不会出现的台湾附近水域，变成常态。然后呢，这种演练就是说以言转战，这都是我们很害怕。那赖清德政府不是很强硬吗？每天要增加很多这些国防预算这个预算还这个哇，我们的海巡署又建造了那么多船，请问钱花下去有用吗？有用吗？就要问他这个问题啊。另外，现在这位柯博吉这个发言值得我们注意。他希望台湾的国防预算起码要达到5%。你如果不达到5%，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帮助台湾。他已经公开这样讲了。5%的算下去的话，大概是上兆的台币1年的军事预算。那赖清德政府现在怎么回应？因为如果说是这种说法的话，现在已经公开喊要这个价码的话，你不做的话，你怎么样让美国继续对台湾提供这个足够的防卫承诺？我想这个都是越来越多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政府的一些新的挑战。讨厌，看起来好像他们就要不然假装没听到，要不然就站在大陆方面说，这个事情好像不严重你都认为不严重，那什么严重啊？对，所以现在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新政府最大的考验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去请教的是赖教授，你现在怎么看两岸之间，然后还有南海这个区域的争端？两岸之间，大陆的海警这一次的30个小时的一个联合巡航执法他就宣示，就是说他对于两岸之间没有所谓的
主权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海域都是属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海域，所以它在施展的是行政管辖权。这不只是对于两岸的民众来说，也对于区域跟国际间来讲。那也就是说，它的海警船在这个经济海域中，它有行政的一个执法权。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目前是在台海中线，未来会越来越靠近台湾，然后以后也不排除在台湾往外延伸。在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如果也在台湾的外海的以东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中国大陆海警船已经出来开始进行执法的话，那就等于是宣示，实质上来讲，这个整个区域都是大陆的联合执法的范围内。这个就要看的未来啊，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船舶遵不遵守这个海警船的指挥调度啊，这个是会面临考验的。另外，有关于美国的这个前任的这个国防官员，其实台湾的预算已经一直在增大了。过去我们的政府的总预算大概在2兆左右，那蔡英文任内这8年已经提高到3兆了。过去我们的国防预算大概在3000亿左右，现在已经提高到6000多亿了。那 GDP 都已经超过2%，还要再多少？就是你要台湾的国防预算还要再多少？那如果说你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的话，大陆的经济体跟台湾的经济体不是同一个量级了，也就台湾很小，大陆很大。大陆的防卫预算，他们而且不占它的 GDP 2%，都已经至少是2500亿美元以上了。而台湾2500亿美元以上，对台湾来讲，你超过2%也都不过才200亿美元。2500亿跟200亿是差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弹头的这些，他们只想从台湾身上捞钱，而事实上是改变不了情况。南海的问题，大陆目前它的海警，如果它在展现出来的是它的高度的克制，可是高度的克制或是过度的克制，很容易被解读成为软弱。所以事实上，大陆在南海这个部分里面，它也面临一个考验，就是说，到底人家怎么解读你是克制，还是解读你是软弱？如果解读你是软弱，他就会亲门踏户了，他就会更嚣张、更敢了。所以你看到了，他不但在仁爱礁，他现在在先民礁给你摆1艘船了，他现在还打算给你摆第2艘船，而且还跟你想把2艘船并列在那地方绑在一起，再来就跟你进入第3艘了。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过度的克制。人家已经把你解读成为软弱，那你为什么不在中业岛？中业岛是我们的，你在中业岛可以做文章啊。中业岛现在有菲律宾在驻守，你为什么不到中业岛那边去进行你的维权工作呢？而且呢，本身为什么对于这些破船，你都只是喊定法，但是却没有强力的执法？这个很容易会被解读说，你不是高度克制哦，你是软弱哦。对，确实哦，软弱跟高度克制可能就在一线之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议题呢？我们谈这个越南。好，越南我们知道他们是崇尚竹子外交，所以像竹子一样非常的柔软，到哪里都可以来迎合。那他最近去了哪里呢？去了中国大陆。好，18号这天的早上，他们就抵达了广州。那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到了北京。好，他在广州这边为什么要先去广州？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越共总书记苏林他到广州，强调中国大陆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领先。他去了哪里呢？他去黄花岗72烈士墓，向坐落于此的越南爱国烈士范洪泰的墓来致敬花圈。好，这个是有个历史事件啊，就是过去范洪泰他在那个时候是因为越南是法属的嘛，所以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给暗杀掉，所以他跑到了这个广州这边，想要伺机而动。结果呢，后来他并没有把这个总督给杀死，但自己却被大家给枪杀了。所以他后来是
他死掉之后，也间接促使越南的一个独立运动，所以在广州这边，苏林就先到了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含义啊，说我跟你这个中国大陆人不亲土亲。那随后他下午3点的时候到达了北京，好，到了北京之后，他也跟这个王毅这边有进行一些会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越共的这个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夫人的陪同之下。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周日的傍晚由广州转抵到北京，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也到北京的国际机场来接机。好，大家不是很在乎王毅，我们在乎的是习近平。我们看到习近平时隔3周首度公开现身了，他跟苏林来会面了，多大的事情啊！大家都想说，这个习近平之前大家在讨论他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部分不太方便，所以都不出席，终于出现了。好，习近平随后是跟苏林举行了会谈，而且2个人也共同出席了签字的仪式。那越共新任的总书记访问北京，苏林是先见了习近平，但中国学者认为说主子外交的战略不变。好，苏林被认为任命成越共的总书记2周之后，就把中国当作首次出访目的的一个姿态，也凸显越南在强化跟美国还有西方之间的同时，他也在艰难的寻求跟中国某种战略上的平衡。那本周有越南的官员透露，苏林可能会出席9月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晤。好，真的是非常的柔软哦。我跟中国大陆好，跟美国好，跟西方国家好，我通通都好，都不打坏关系。但是越南到了北京，其实它才是重头戏。他们去中国是为哪一件事情呢？说是为了铁路啦。好，他到了北京，目标是要巩固铁路的合作，而且有3个线的这个设备要升级。那我们看到路透社引述了越南的官员消息说，中越铁路现在互联互通是苏林这次拜访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2国会因为这件事情达成协议。好，中越铁路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哦。中国大陆学者说有4个挑战哦。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因为越南南北高铁的造价很高大约要500亿美元，大概是1.6兆台币，相当于越南 GDP 的1/4，国力难承受。那其次就是域外大国的干扰跟安全的忧虑，还有一个是中日竞争跟越南的观望心态，最后则是越南这边对目前中越基础建设的合作方式不尽满意。好，这样子的铁路南北计划其实过去越南因为3面环海，所以地域又很长，那可以看到他们南北就要跨1600公里哦。所以最早呢，这个第6任总理阮敬勇就提出了这个项目，预定是2025年要审批完成，2030年动工，2050年要全面竣工。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距离哦。离他们想要的时间还有一点距离，但这项目过去是日本、德国、韩国寻求资金跟技术的这个援助过程中陷入了停滞。你可以看到，日本花了4年时间在越南的南北地区进行了地质环境的实地勘察哦，而且给出了报价高达了558.5亿美元。结果被越南国会断然的否决，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影响到这个高铁的计划呢？所以中国援助的印尼雅万高铁跟中辽的铁路都已经投入了营运了。那看在越南的眼里，就会觉得很眼红啊，人家邻国都已经开始了，我们都还没有做，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赶快要来求助中国，所以也有了这一趟的中国行呢？亮哥怎么看？这个越南他刚进入政治整顿啊，实际上蛮多人被抓下来的，都是反腐斗争。然后阮富仲总书记是刚过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以稳为主啦啊。那这个苏林他是公安部的将军出身啊，所以我认为，而且他的出身也是偏中北啊，所以基本上跟中国大陆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他是以维稳为主啦。那基本上越南他事实上最近反腐反的非常的激烈啊，我看到那个越南还通过那个公职财产申报，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严厉啊。可是我觉得这个铁路恐怕越南要怪自己怪得多啦
因为日本事实上早就已经讲好了是得标，然后进来做土地丈量、进可行性计划的评估啊。你去想一想，光是一个可行性计划的评估都要进行4年，然后后来开价越南又不满意，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难了。这个意思就是可能中途包括土地征收啊，那越南内部都有一些很多不同意见啦。据我了解啦，因为我越南也去过蛮多次的，就是越南在搞定内部土地征收的部分，常常碰到地方强有力的反抗啊，那这个要来办的那个外商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啊，这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中国大陆要盖就盖了，然后就立刻施工了，然后就一挑就拉出来了。那越南坦白说，这个土地征收的问题啦、补偿的问题啦，然后路线的改变啦，坦白说啰里吧嗦的啦，然后还有那个资金的分成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越南不自己内部先搞定啊，你要叫人家来协助你，真的是很困难。所以中国大陆前一阵子，去年访越实际上谈定的只有河内以北的那个货运铁路，而不是南北的客运的高铁嘛，因为这个太复杂了。坦白说了，这个越南是自己的问题了，不然你看人家中老铁路、中国到老挝，然后还有那个中国在印尼那一段都顺利完成啊，对不对？所以你内部的问题如果没有搞定，谁都帮不了你了。而且老挝目前也要谈，要延伸到曼谷啊，那曼谷也要延伸到吉隆坡，然后吉隆坡跟新加坡那一段现在也在谈了。那本来都卡到所谓中日竞争的问题了，那现在基本上我认为日本大概都已经出局了啊。因为吉隆坡到新加坡那一段我知道谈了很久，那新加坡主张日本标就是新干线，那吉隆坡主张中国标，那就一直搞不定。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啦，我认为没有日本标了啦，因为中国大陆明显这个泛亚铁路整合起来就是要同一个系统嘛。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大概也要面对现实了啊。可是越南是不是还跟日本有原来那个约啊？对，那他也要自己先处理好啊，不然人家也没有办法帮你啊。对，所以现在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其实习近平也希望能够加强他们跟他们的合作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新任的这个泰国总理贝东丹他也是希望跟中国展开更多的合作。所以看得出来，现在东协国家他对于中国大陆当然是又敬又害怕，但又不能保持翻脸的关系。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现在这边的局势？当然就是说，以泰国来讲的话，泰国跟中国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啊，因为塔信他就是华裔的，但是他们这个家族移民泰国也不过最多差不多4、5代左右了，所以他们前几年还去这个广东梅县去这个就是说寻访这个祖先嘛，所以关系非常近，因为泰国这个国家自我定位在跟东南亚各国都不一样，他们说他们跟中国他们是中国的亲戚，因为傣族的话，事实上的话从历史上来，它是跟中国这个南方是很密切的啊，在中国大陆境内也有傣族，在西双版纳，这个跟现在泰国是一样，完全讲一样的语言的啊，所以这个历史渊源非常深，再加上泰国这个华人的华侨团体有这个九属会馆。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各地方在泰国都有很大的这些华侨，这个最大当然还是这个潮州人啊。潮州人事实上的话，现在的这个拉玛王朝一世皇振华就是潮州人，所以这个潮州这个泰国跟不管他的王室这个国家，还有他的人民跟中国大陆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过去中国大陆的本身能力也有限。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是基建狂魔，然后呢经济力量又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不讲泰国了，我们就以越南为例的话，越南已经连续很多年了，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2023年，越南跟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712亿，然后呢今年可能会突破2000亿。
你想想，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不过才2000亿啊，对，2400亿，跟越南就已经今年可能要突破2000亿了。而且越南的外资里面哈，第一大外资是韩国，第二大外资是日本，第三大外资新加坡，第四大外资是台湾，第五大外资是香港。所以你说西方国家要对越南产生这个极大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这个贸易的量也不足，投资的量也是以这个亚洲国家为主。那这个中间你说新加坡的资本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个香港的港资也好，那跟大陆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啊。所以就是说物质的力量就把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些还有这些血缘力量就跟中国大陆就跟东南亚的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了。那这些泰国、越南不讲的话，夹在中间，老挝跟这些柬埔寨跟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军事同盟啊，接近军事同盟。然后再往这个东边看一点，往西边看，往这个西边看一点的话，马来西亚现在这个安华对中国大陆也是非常非常的关系也非常重视。那印尼也是啊，最近印尼跟中国大陆首次推出一个所谓的2+2的会谈。就是说，防长跟国防部长一起会谈，所以中国大陆跟这些东协国家的关系正在密切的发展，而且快速的进展当中这个我想是不会随着西方国家在东协国家里面下功夫下的深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是一个客观条件使然啦。好，不过我们刚刚看到越南嘛，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也走得很近。赖教授怎么看他们现在的想法？铁路？大陆现在跟东盟国家的来往比以前更加的谨慎啊。这个最主要还是因为东盟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反反复复的情况实在是太频繁了。菲律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菲律宾，您看小马可仕一上来的时候，刚选上第一个访问国，而且是一选上开春第一个访问国到中国大陆。那按照外交惯例来讲，那中国大陆应该是菲律宾最重视的一个国家。结果呢，去访问完回来以后，美国的高官络绎不绝的到了菲律宾去，小马可仕就转变了，从非常好到非常的恶化，就这么戏剧性的转变，而且完全马可仕就这样翻过来，翻脸翻书一样快。翻脸跟翻书，就那这样的话，它呈现出一个不可信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看看越南在阮富仲跟中国也建立很稳定的关系，可是阮富仲却控制不了他的总理，也就是说控制不了他属于南越的这笔的政治势力。这个政治势力里面包括了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建立更深，然后在南海跟中国大陆也有矛盾，然后又把俄罗斯也拉进来。那也就是说，越南本身也是在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近的权力的倾轧。苏林这个总算这个控制的一个局面，那很多的副总理很多的这些高官都全部都下台。可是问题是越南的局势会稳吗？越南会不会又所谓的阻止外交又翻来覆去呢？大家都知道越南这次到中国来就是要铁路，可是问题是铁路你一旦要铁路，那就不可能是用煤矿来烧铁吧。你要速度要快，一定是电气化。你铁路要电气化，这个电哪里来？那不会只有盖铁路吧？所以你的电厂电要充分的供应。那这个对越南一个不产天然气的，有了南方有一点天然气，可是它的电力紧绷的一个国家来说，大陆为什么要帮你去做这个事？第二个，你会抢中国大陆的市场。那么第三个就是你的轨道的一个建设，难道要中国大陆投资吗？投资下去你又反复，然后中国大陆投下去的钱又打水漂。我个人倒觉得大陆这一次很谨慎。你看习近平会见了苏林了以后的讲话，整篇的内容中几乎都没有谈到两国有关于务实合作的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接着要谈论到的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状况，因为我们看真的打得没完哎。其实原本都以为说战争应该是大家打一打有一个共识就好，结果他们两方都互不相让，尤其现在乌克兰也开始在进攻这个俄罗斯。我们看他进攻的是这个库斯克州，这库斯克州当然就是在这个乌克兰的一个边境哦，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他是不是想要利用这个库斯克州一举攻到莫斯科呢？因为其实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哦，所以很多人说这乌克兰现在胆子蛮大的哦，而且乌军已经占领了俄罗斯，大概是有这个俄罗斯境内80多个聚落，控制了俄国领土超过1150平方公里。好，那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画面哦，这是乌克兰越境来进攻俄罗斯的这个库斯克州，接近2个礼拜的时间。那乌军在8月18号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已经炸毁区内第2条主要的桥梁，打击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所以路透社他们当然有做过相关报道，他们说乌军在连串的攻击之后，库斯克州区内原本有3座的这个桥梁，现在只剩下1条。那如果属实的话，将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这个增援击退乌军嘛，而且也会有这个撤离平民行动的一些阻碍。那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国防部则是宣布说，俄军已经攻下了乌东村庄这个很难念。斯维里多尼夫卡，然后兵锋指导了是乌军的后勤中枢。那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有备而来，而且双方哦是你争我夺，都互不相让。所以现在看起来，乌军双方跟俄罗斯这2方变成了一个耐力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如果没有长久打算占有此区，也会至少希望可以占据够久，以换取俄国在东线战场的一个退让。这同一时间，俄国也在这个乌东持续来推进，会是一个谁先扎眼谁输的耐力战，就像是在马拉松赛跑一样。现在看谁比较没有办法撑下去的感觉。好，但是普京到底有什么算盘呢？因为我们看起来他好像对于这个他自己的领土被乌克兰攻击，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反击。那为什么呢？是不是他想利用寒冬来歼灭乌军啊？我们来看，因为现在俄罗斯库斯科州的一个天气图大概在11月份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冬天。那记不记得有2次著名的莫斯科战役都是严寒的天气帮了俄罗斯？一次就是拿破仑他们率了61万大军来征战俄罗斯，当时处于严冬，所以这个法国的兵人全部都阵亡了这个冻死病死的高达22万。那另外一个就是希特勒他们也是500多万的军队对苏联发动突然的袭击，但是因为冬天提早来临，那现在当时的德军经过40天的激战也是输了，让莫斯科取得战胜胜利。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就在等11月？我们可以等一下问一下我们的来宾。那另外，普京冷静的出访，那欧洲是不是也将陷入一个大乱呢？我们看到这个普京非常从容，还出席这个亚塞拜然这边。那另外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说，有将近1/3的白俄军队都已经部署在了乌克兰边境，到底有什么算盘？还有我们看到车臣的领导人甚至还呛瞎，他说：“我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面，而且他装的是一个重机枪。”那看起来也是一个叫嚣的意味很浓厚。但问题就是乌俄战争之外中东的战争也非常有关贺锦丽就是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民主党有一个全代会嘛，那有数万人是参加抗议游行。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是美国市中心聚集了有数百名的活动参与者，其中许多人是反对在加萨地带的军事行动，而且高喊说亲巴勒斯坦的口号。这个是在芝加哥这边来进行开幕的，所以是不是也会成为贺锦丽接下来的一个考验？那布林肯这边当然也是要推动加萨停火，但问题是纳坦雅胡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掌控啦，连美国现在好像都没看在眼里，所以以哈和谈是不是快破局了呢？哈马斯拒绝最新的条件，以色列总理悲观，那拜登说还没有完毕，还有可能，但目前情势非常的复杂。亮哥怎么看？其实乌克兰这个局面对他是非常不利的啦因为他是攻方嘛，结果他现在在炸桥，炸桥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让俄军过来嘛。那你不是把自己困在你原来占领的地方？因为你是攻方，你应该要继续过去，然后占领更大的地盘，那未来谈判才能跟俄罗斯做交易嘛，不是吗？你原来的构想就是这样嘛，因为俄罗斯不愿意撤军嘛，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能够占领更大的一块区域，然后要能够撑得住啊。那结果你现在在炸桥，而且炸第2艘桥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往前打了。哦，他现在要固守啊。那俄罗军讲白，俄罗斯也是一样，俄罗斯现在也在挖壕沟啊，就准备跟你打持久战，因为俄罗斯非常清楚，冬天就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因为事实上，库尔斯这个地方我有去查哈，它大概到11月，温度就会降到0度以下，就开始会有下雪的可能性。我看是常常会下雪吧，所以我就看你那个乌克兰你打到11月，你撑得住吗？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没有空军的乌克兰并没有有效的空中的部队啊，然后它目前这个兵力的调动也引发了这个顿巴斯那一边，因为俄罗斯本来占那个顿内茨克就只有占53%啊。顿内茨克那个地方本来就还在打，那结果俄罗斯现在就利用这个机会，你那个兵力就虚了嘛，他就往前打所以顿内茨克那边现在也开打了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这个没有处理好的话会两头空因为美国已经有一些战略专家已经开始出来讲话了，比如说那个 Mel Schreimer 那芝加哥大学很有名的国际现实主义大师，他就出来讲。他说：“乌克兰，你犯了大错你如果兵力不够，火炮不够，没有空中的力量，你凭什么做突袭啊？你守不住你守不住之后开始往后退，你搞不好就变成加速你的失败了所以他已经在劝他了，说你最好及早撤出不然到时候时间过了你就撤不出去了。”好，介大使你怎么看现在我们这边的战局？这战局真的蛮可笑的，人家要往前去进攻就我们中国成语叫破釜沉舟，对不对？结果他这个然后自断后路才要往前冲结果这个是进攻军队居然把前路自己给封了，自断前路，自断前路干嘛？怕敌人进来怕敌人进来了。他现在占了有没有1015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跟你讲，那个州就大概将近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呢，他那个州距离莫斯科还有575公里，所以我看我们台湾有一些网民说不得了，乌军直扑这个莫斯科一路凯歌，怎么搞的？自己把自己前进的桥自己炸断了。其实他占的区域是蛮小的。它是有3座桥，是他现在占领区域上他可以把它自己孤立起来，还有1座还没炸。那所以呢，这个泽伦斯基也很会讲，他真的是很嘴巴蛮灵的。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干嘛？是要制造一个缓冲区。最早的时候说我要创造跟俄罗斯和谈的筹码，现在变成一个缓冲区。我在推测普丁基本上正在等时机，因为这个战争发动的时候，很多人说对谁有利？因为对乌克兰一点都不有利，他没有这个实力，完全靠真的是对美国的选情比较有利。民主党现在要开大会，要一点喜事来冲洗一下。所以说，你看乌克兰战争，你看我们支持泽伦斯基没错，这小子挺争气的，给我打进俄罗斯领土。这是2次大战以后外国军队第一次进入俄罗斯，然后呢，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停在那了。那我觉得就普丁来讲话，他在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定出手要对民主党的选情要产生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普丁在等着川普当选川普当选，这个乌克兰战争他就不要打就结束了，因为川普已经讲好了，就像唱双簧一样，他已经普丁释放强烈讯号说，放心哥们，我当选以后
这个战争立刻结束，泽伦斯基那个小弟我来处理掉。所以呢，现在就普丁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真正如果说要算的话，政治人物都是算的话，对他最有利的，就是在一个时机上，在俄乌战场上造成一个让民主党主张这场战争或组织这场战争的这些人受到严重挫折的一个事件。对，是不是有可能这样？所以普京很从容呢？那个赖教授，乌军占领俄军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俄罗斯来说，真的是不大也不多一点点1000多万比1000块那你把它算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不大地广人稀，所以乌军要占领控制这个地方，他兵力要分散的。现在我们看到，对于泽连斯基来讲，本来他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占领这个地方，逼得俄国愿意跟他谈，来交换东西。可是很明显的，普丁是没有这个打算的。那也就是说，原本有密谈的可能性，应该当初定的时间是在8月22号，也就是再过2天。那现在俄国已经拒绝会谈了，然后卡达说他们现在跟乌克兰只能透过视讯。但是俄方已经拒绝来了，那就是代表说过去确实有这个秘密的协商，对于能源设施停火的这个协商看起来都已经中断了。那这个中断的时候，普丁他展现出来是气定神闲，所以他还可以出国访问，到亚塞拜然去出国访问2天回来，然后明天跟后天李强就中国大陆的总理、国务总理要到俄国去，那么进行第29次的总理级的会谈，这次，然后普丁还要跟李强有会面，所以对于普丁来讲的话，他就认为说，我现在这个局势对我是不会有威胁的。当然，对于台湾的绿营来说，他觉得有点挫折感因为原本刚刚文吉兄有讲嘛，台湾有很多1450或是绿营的就觉得说，马上要打到莫斯科了乌军1万多人就可以征服整个莫斯科，不得了兴高采烈的，但是看起来。那个跟现实的状况跟他的期望值是不太吻合的，可能都以为是台北到新竹的距离而已。对，也不远啦，远应该是台北到高雄再多一点点的距离。但是他认为说，哎呦，这支军队要深入一下就打到了，没有问题的，很强的。在绿营的或者1450眼中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天纵神兵，都没有问题。但是实质的状况都不是嘛，实质状况推10公里、15公里、20公里到30公里，大概就停下来了，那就再也推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我们上礼拜有在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说后勤补给线一定是会首先被攻击的，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后勤补给线开始被打击了。这个对已经深入俄军的军队乌军来说，他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火力、他的饮食可能可以就地获得一些补给，但是问题是他的油料呢？油料也可能抢一些加油站还可以用，可是弹药呢？弹药可能就会有困难了。还有你的这些坦克或者是机械装备的零料件的后勤补给上不去的话，你少一个晶片或者少一个白金，你的车子就不能发动，这都很现实的事嘛。所以我觉得后勤的东西如果我们推上去，这支军队在守在那地方有困难。刚刚文基讲的没有错，现在已经8月了，我们还很热，